看真实案例，品人间悲欢。大家好，我是瑞，欢迎打开艾默档案。2020年6月，英国小女孩 Madeleine McCann 失踪的第13个年头案情终于有了突破性进展。这是英国继戴安娜王妃车祸之后，媒体关注度最高的案件，牢牢占据苏格兰场悬案榜第1位。警方又一次明确地锁定了嫌疑人，似乎这个著名的世纪悬案马上就能看到真相大白的曙光了。要说世界上失踪人口千万，为什么偏偏这个案子尤其惹人关注，热度始终都不消退呢？因为它实在是太离奇、太曲折、太复杂诡异了。 Madeleine is a beautiful, bright, funny and caring little girl. She is so special. Please, please do not hurt her. Please don't scare her. Please tell us where to find her. 这里边牵扯到的有普通人，有名人，有教皇，有2个国家警察的跨国 battle， 有无数各种大侦探明察暗访，也有超级大骗子浑水摸鱼，一个接一个的案中案，让人目不暇接，也让这个失踪案一直没有脱离人们的视线。甚至在一次民调中有一个问题，说如果福尔摩斯再生，你想让他干什么？榜首的回答呢，就是找到 Madeleine McCann。据统计美国每年都会收到接近40万起儿童失踪报告，在加拿大这个数字是5万多，而在英国呢则超过10万。如果把美、英、法、德、加拿大、巴西、墨西哥这7个国家放一块每分钟就有1名儿童失踪。这么着算下来，咱们这期节目说完，世界上几十个孩子就丢了，多可怕呀！当然了，这里边绝大部分是10来岁的孩子离家出走，或者是离异一方没有打招呼就偷偷带走了孩子。那这种情况下，孩子都能在48小时内全心全影的给找回来。美国98%失踪的孩子都会被找到，而那些永远失踪或者最后发现尸体的只是很小的比例。但是这里边还有一个更加可怕的数据，那就是根据美国警方的报告，在绑架后遇害的儿童中，76.2%的是在被绑后的3小时内就遇害了。咱们回到今天要说的主角这个小姑娘呢，其实非常特殊。来，注意看她的眼睛，她的右眼虹膜和瞳孔相连的地方有一块棕色的斑点，非常明显，就好像是这个孩子天生自带防伪防盗码。而且呢，这个特征不会随着她长大而消失，哪怕7老80了都还在。那么这个孩子当年又是如何人间蒸发的呢？事情的经过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那就是爹妈把娃放在屋子里头睡觉，自己跟朋友们喝酒 party 去了，结果回来一看，女儿丢了。要论马大哈父母这对夫妻是首当其冲，于是当年这事一出来，大家一边倒的就骂这2口子，活该不丢你家孩子丢谁家的呢？不过当后来更多的案情细节公布，也有吃瓜群众开始转变立场，同情起这对年轻的父母。而要说清楚事情的原委，咱们还是从头来吧。失踪的小女孩全名叫做 Madeleine McCann， 昵称 Maddie。 她投胎到了一个3高家庭，高收入、高素质、高颜值。当然了，大家对颜值的标准呢是见仁见智，不过小女孩的确综合了爸妈的五官的优点，非常漂亮。爸爸 Jerry 和妈妈 Kate 都是英国莱斯特市综合医院的医生。 Maddie 出生在2003年，是家里的第1个孩子。他出生后不到2年，父母又生了一对龙凤胎，也算是年轻小家庭中的超高配置了。2007年4月度春假的时候，他们一家人来到了葡萄牙南部的海滨小城卢斯。这儿风景优美，气候宜人，是知名的度假胜地。一栋栋精致的白色海景小别墅，里边高档电器一应俱全，有5星级饭店的服务，又有民宿的清静优雅。这个地方呢，靠旅游业为主，警察从不敢掉以轻心，治安十分良好。而正是这种夜不闭户的环境让医生夫妇多少降低了警惕性。他们在朋友的介绍下租到了一处度假屋，房主呢是一对退休的英国教师，专门对游客做短租生意，里里外外干净整洁，旁边还有一处游泳池，儿童俱乐部，天天都有老师带着孩子学游泳，泳池旁边有花园，有步道可以跑步，还有2处网球场。别墅后身有家叫做 Tapas 的露台餐厅，距离后院的直线距离只有50米，喊一嗓子就能听到的距离。在这个餐馆吃饭，能够清楚地看到别墅后面的全景，而且也没什么阻挡。对于 McCann 夫妇来说，这就跟在自家后院跟朋友吃个饭，娃在屋里头睡觉没什么区别。和他们一起度假的还有另外3家，一共是9个成人，8个孩子，全部住在同一栋联排别墅里。
大人晚上一起吃饭的时候呢，每隔不到半小时都会有一个家长过去检查一下孩子们，也算得上是考虑的周到了。事实上啊，在他们度假的前5天，一点问题都没有。白天的时候，大人孩子们一块玩，到了晚上呢，孩子累了倒头就睡，大人们则去旁边那家餐馆的露台吃饭。期间啊，定时回去查看，每次孩子们都睡得死死的，大人们吹吹夜风，喝红酒，日子过得不要太惬意。到这儿啊，咱们有必要来介绍一下另外几家人了。大家不用全部记全啊，因为后面提到的时候呢，都会再说明。现在只是留个大概的印象啊。住联排 B 座的夫妇，男主人 Matt 也是医生，和 Maddie 的父母呢是在同一间医院的。老婆 Rachel 是个律师，2个人有一个女儿。第3家呢，同样是双医生组合的 Payne 夫妇，他们带着自己的2个孩子还有丈母娘一块来度假。Payne 夫妇跟 Maddie 夫妇都是读医学院的时候认识的，是死党。他们呢住在 C 座。第4家啊是 Tanner 和 O'Brien， 他们2个没正式结婚，但是有2个孩子，同样是医院的医生，同事和好友的关系。他们家啊住的是 D 座。这4家啊住的都是一墙之隔啊，外面的露台都是相通的，所以呢，为了方便起见，咱们就把他们用别墅的代号来指代为 B 家人、C 家人和 D 家人。当然了， A 座里面住的就是本案主角 McCann 一家。度假来到了第6天，2007年5月3号 Maddie 一家又在这个度假村里头开心的玩了一整天。下午2点多，爸爸 Jerry 带着3个孩子在泳池边戏水，母亲 Kate 拍下了最后一张 Maddie 的照片。小女孩笑得天真灿烂，根本没有察觉到那场即将到来的灾难。晚上6点多，母亲 Kate 在照顾孩子们吃完晚饭以后，给他们洗澡、讲故事、哄睡觉。孩子们实在是玩得太累了，讲完故事以后还不到5分钟就沉沉的睡去。这个时候呢，其实 Kate 心里头有些矛盾啊，不知道是该跟老公一起去和朋友们吃饭呢，还是应该留在屋里头陪3个孩子。因为 Maddie 昨天跟她抱怨说，昨晚她和弟弟突然醒了，没看到妈妈，后来弟弟是哭着睡着的。但是又想到毕竟是度假的最后一天嘛，还是别扫了大家的兴致吧。于是啊 Kate 和老公一起离开，走之前还特别检查了所有的窗户和门锁，但是为了回来方便查看，他把后院的落地玻璃门开了条缝。他们也不担心有人从这里面进去，因为这个门啊正对着他们吃饭的那个餐厅露台，但凡有什么人啊，那可是一目了然的。咱们从画面里能看到，红圈处是夫妻俩跟朋友吃饭的地方，蓝圈则是他们的住处。这2点之间呢没有遮挡，视线很好。晚上8点半左右 McCann 夫妇掩上了孩子卧室的房门，从正门出来，去餐馆和朋友们会合。这儿要重点指出的是啊，从他们住的 A 别墅到餐馆有2条道，一条呢就是从正门走，沿着马路走到餐馆，这条路相对较长，大概80多米开外，走的人挺多，进出度假村的人啊都要路过这儿。而另外一条呢，则是从后院走，经过游泳池来到餐馆，距离只有55米。但是因为后门啊有一道上了锁的儿童安全门，晚上黑乎乎的不好弯腰开门，所以啊他们比较少从这儿走。McCann 夫妇到了餐厅之后啊，看到 B 夫妻和 C 夫妻已经到了，他们照例坐在露台视线靠近泳池上方的那一桌。在度假的这6天里，他们这几个人啊，天天晚上都在这吃饭，餐馆的老板、服务员都已经熟了，早早的就把已预定的牌子放到桌子上，给他们留好位置。喝了点开胃酒，吃了点零食，时间不知不觉的到了9点，距离他们离开3个孩子已经过了快半个小时。于是啊，父亲 Jerry 起身回去看看。开门进到别墅里面，一切正常，但是他发现啊，楼上孩子们的卧室的门半开着，而他很清楚的记得自己离开的时候，只把门留了一条小缝而已。从门口看过去，2个双胞胎在小床上睡得正熟， Maddie 的小床呢在房间里头靠墙的地方，单从门口看啊，有一个视线死角。于是爸爸就走进了房间，看到 Maddie 呢也睡得很沉很安稳，他最心爱的粉红色布偶也放在枕边陪伴着小主人。女孩的这个形影不离的粉色布偶玩具啊，之后还会有出镜。松了一口气的爸爸觉得可能是自己记错了，本来可能门就是这么个状态，于是他轻手轻脚地退出了房间，又继续把门只留了一条小缝，再次检查了楼下的2道门以后，离开了别墅 A 座。在回去的路上啊，他遇到了另外一对过来度假的英国夫妻，跟他白天的时候呢打过网球，于是他就站在路边跟他们聊了几句。这个时候啊，大约是晚上9点15左右。而就在这个时间段，
一起跟他们吃晚饭的 C 座夫妻中的老婆也决定去别墅看看孩子。他看见 Maddie 爸爸在路边跟人家聊天聊得起劲呢，所以他也没有上去打招呼。C 老婆呢往前走了10来米，突然看到有一个男人抱着一个2、3岁的女孩在过马路。由于晚上光线不是很好，他只能勉强看出那个孩子穿着浅色的短袖短裤睡衣，金色齐肩头发，男人身材中等，留着深色短发，可是他却看不清两人的面容。这2个人过马路的地点啊，刚好就是 Maddie 家住的 A 座出口。在那种度着假喝着酒的状态中啊 ，C 老婆也没多想，检查完了自家的娃以后呢，大概9点20到25分的时候就回到餐馆。恰好这个时候啊，姗姗来迟的 D 家人也终于到了，一起出来度假的4个家庭，9个成年人终于到齐了。只隔了不到10分钟的样子，也就是9点半 ，Maddie 的妈妈决定再回去看看孩子，但是呢，却被一起吃饭的 B 夫妻劝阻了，因为他们也要回去看看自家的娃，2家就在隔壁嘛。B 老公就说他干脆一并看了得了，不用多跑一趟。这个行为啊，在过去的几天里呢，常常发生，几家爹妈你去了我去。于是 Maddie 的妈妈想也没想就同意了，而且保证下一把会轮到她过去看2家的娃。在 B 老公离开的时候啊 ，Maddie 妈妈把别墅的钥匙给了他。几分钟以后 ，B 老公回到桌子，表示 A 座的那3个孩子呀都睡得很安静，一点问题也没有。于是啊，这4家人继续吃吃喝喝的聊聊天。在差10分到10点的时候呢，已经看过一次孩子的 C 夫妻到点回去看孩子，可是啊，这次过去的 C 老公却被拖住了。因为他们的娃呢刚好醒了，哭个不停，于是他就从别墅打电话给老婆，让他赶紧吃完了过来换个手哄孩子。在 C 老婆走了以后没2分钟，也就是刚好10点整， Maddie 妈妈按照之前说好的那样回去查看自己的3个娃，外加帮 B 夫妻看看他们的娃。可是呢，跟之前老公走的那条道不同啊，他这次是抄近道从游泳池过去的，结果就是这一趟出事了。他同样发现孩子的房门是半开着的，正当他打算走进去的时候呢，突然一阵风吹过，把门重重的啪的一声关在了他面前。要知道那个房间的窗户是关得死死的，哪儿来的风啊？Maddie 妈妈赶紧开门进去，结果发现窗户已经被人从外面砸开了。那对双胞胎呢依然在床上睡觉，可是大女儿 Maddie 的床上却只剩那个娃娃，女儿没了。吓得腿都软了的她呀，从后院的玻璃门跑出去，抄近道跑到餐馆，找到老公，说坏了 Maddie 让人给偷走了。一听这话呀，剩下的几个人一边忙着报警，一边赶紧回去看看自家的孩子还在不在。孩子丢了，这放到哪儿都是大事儿啊。于是呢，餐馆的工作人员甚至都暂停了工作，一家一户的去敲门，找孩子之余也提醒这个度假村里头其他人，你们东西丢了没？快看看孩子丢了没。很快啊，接到报案的葡萄牙警察也赶到了现场。说实话，这个小城的警力呢的确不少，但是在之前的几10年里，都是在什么小偷小摸啊、醉酒滋事啊，或者说帮外国友人找自行车啥的。别说丢娃了，就连丢了猫猫狗狗的案件都没怎么处理过。在发现小女孩失踪之后的20分钟，当地警方就发布了寻人启事，但不知道是不是缺乏经验啊，当晚3点多才有4个警察在度假村出入的那几个路口进行盘查，而专业人员和搜寻犬直到第2天早上8点才抵达了现场。此时啊，距离 Maddie 离奇失踪已经过去了快10个小时。这是一个海滨小城，陆地交通发达不说，水上也非常繁忙。度假游轮、大货轮、数不清的私人游艇、帆船、当地人的渔船，从这儿呢走水路到旁边的西班牙境内也就不过6个小时。也就是说啊，等到第2天正式搜寻开始的时候，黄花菜都已经凉了。跟葡萄牙警方的迟钝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英国媒体的第一时间跟进。一起度假的4个家庭中，有人跟电视台比较熟，于是Maddie 的照片和信息第一时间出现在了《早安英国》的节目中。然后各大电视台、报纸马上进行了报道。Breaking news this hour: a 3-year-old British girl has gone missing in a hotel room at the Mark Warner Ocean Resort in Praia de Luz。有实力的媒体第一时间派出了记者，在这些人赶最早的一班飞机来到葡萄牙，架好了长枪短炮准备报道的时候，却发现那头的葡萄牙警察才刚吃了早饭，慢悠悠的正准备带着狗出门找人呢。更让记者们看傻了眼的是葡萄牙警察到这个时候都没有封锁 Maddie 被掳走的现场，
小女孩的父母、父母的朋友、房东度假村过来看热闹的闲人，还有零星的几个警方人员，就这么敞着门进进出出，吃饭喝水聊天打屁，连手套都不带一双的，有没有搞错啊？这个事儿在媒体的一番发酵报道下，很快就上升到了民族高度。丢的是个英国小孩才这样是吧？不是你们自己的娃就不上心是吧？你们是故意的呢，还是故意的？这个言论一出义愤填膺的英国人马上就拿出了放大镜，参与到全民来找茬的运动中。越来越多的记者和民间福尔摩斯跑到这个小城，除了帮忙找人，另一个作用就是全线直播葡萄牙警方又搞了啥乌龙，吃了多少公款，浪费了多少时间。网上的英国人更是火力全开，不间断的喷。当时才刚刚当上国家队队长的 C 罗都无辜躺枪，个人主页被刷的亲娘都不认识了。在这样的舆论压力下，葡萄牙人的倔劲也上来了，他们坚决不同意英国警方过来参与调查。我们自己会管好门口这1亩3分地的，不用你们管。你们要干涉我们警察的办案，给你好看。其实他们说这话是带着一些子底气的，因为从一开始他们就根本没有相信过 Maddie 父母说的歹人半夜翻窗入室偷孩子这个说法，而是从一系列的现场证据推断出这根本就是熟人作案。为什么这么说呢？最明显的，如果是绑匪或者是贩卖儿童，为毛不把那对双胞胎一起给弄走呢？双胞胎年纪更小，个子也小，更容易控制啊。还没有 Maddie 那么明显的生理特征，出手不是更容易吗？为什么要放弃性价比高的2个目标，非要去掳走更费事儿的那个呢？另一个证据也让人起疑，那就是这个小城的房子其实差不多都是同一批开发商修的，尤其是窗户，所以90%都是同一个款型。这种窗子其实是可以从外面打开的，绑匪根本没有必要冒着被人发现的风险去打碎这个窗户，只可能是对这个地方完全不熟悉的人才会这么做。就凭这一点，就能基本上排除本地人犯案了。前面咱们也介绍过，这几家人呢是好朋友，也是同事关系。而一提到同事就多少有点让人玩味了。平时工作里头保不齐有什么矛盾同事之间面和心不和的，搞不好这几个人里头就有蔫坏的，看小女孩父母不顺眼，处心积虑想要用人家孩子来作为报复手段。如果是真的，这么调查起来就困难了。警察又不是他们肚子里的蛔虫，天知道他们是不是在某个时间地点有过什么样的过节。但是如果假定一下这些人有动机，那么他们其实都有作案时间，个个都是嫌疑人啊。你看先说那个疑似是看到了绑匪的 C 老婆。据他所说他在晚上9点15分的时候看到一个陌生人抱着小女孩穿过 A 座门口的马路。那个女孩呢，穿着和 Maddie 非常类似的短袖短裤睡衣，但是除了 C 老婆，其他没有任何人见到过这个抱孩子的男人，包括当时还站在路边跟人聊天的 Maddie 他爸。不仅如此Maddie 爸爸和他那个聊天对象也没有看到 C 老婆经过，就好像完全处在一个平行时空一样。C 老婆说呢，当时光线昏暗，隔得又比较远，所以看不清那个男人的脸，但是实际的环境大家可以自己看。警方为此做了无数次的实景试验，结果发现看不清五官或许有可能，但是绝对不可能模糊到白茫茫一片的。警察做实验的时候找了个身高发色都很类似的男人，抱着孩子来回走，按照 C 老婆站的那个位置，他看到的应该是这样的，但是实际上他看到的是这样的。可以看出 C 老婆对于嫌疑人长相是什么都说不出，但是他偏偏又能看清楚小女孩穿的是什么，连裤子上的花边都能看清。会不会根本就没有这个绑匪， C 老婆故意编造出了这一套来误导警方呢？在这个前提下，C 夫妻的嫌疑那可是蹭蹭上涨啊。要知道C 家是唯一一家在案发当晚回去看过2次孩子的人。第一次是在9点15分左右，第二次呢是在差10分10点的时候。你还记得吗？第二次的时候是 C 老公先回去了，然后就打电话过来说孩子醒了，让老婆赶紧吃完了回去搭把手。10点之前一点C 老婆离开餐馆，然后呢又隔了不到10分钟，Maddie 就被发现失踪了。那这么一来， C 夫妻至少有20分钟的时间没有和其他人待在一起，而 C 老公完全可以利用这个时间偷偷潜入 A 座，偷走 Maddie， 打碎窗户，造成绑架的假象，然后让老婆过来帮忙，
之后再趁乱处理掉孩子或者是尸体，神不知鬼不觉。当然了 ，C 家两口子对这个事儿是绝对不认的。C 老婆说了，她是近视加脸盲，看不清那个绑匪很正常。至于孩子的衣裤，是因为她觉得这睡衣好看，想给自家的孩子也来一套，所以才下意识的多看了2眼。至于他们离开众人视线长达20分钟，俺们去照顾自家的孩子，你管得着吗？为了洗清嫌疑啊，这帮人甚至开始互相倒起了脏水。C 夫妻就指出，那 B 夫妻和 D 夫妻的嫌疑同样大大的有啊。行，本着一视同仁的态度啊，咱再来看看那个拍着胸口赌咒发誓的 B 老公。我知道你们肯定忘了，提醒一下 ，B 家呢，就是说回去看孩子要顺路啊，帮着看一眼 Maddie 的那一家人。B 老公说啊，他在9点半过去看孩子的时候 ，Maddie 和双胞胎好好的在屋里头睡觉呢。但是啊，这么一来，他的嫌疑也洗不清，毕竟他是最后一个看到 Maddie 的人。会不会是他在借口去看孩子的时候绑走了 Maddie， 然后同样在之后大家忙着找孩子的时候偷偷送走了孩子，或者处理掉了尸体呢？而如果他说的是真的，那么 C 老婆说的在9点1刻看到一个人抱走 Maddie， 那就不可能啊。所以这2个人肯定有一个人在说谎，两者必出一狼，投个票就完事儿了。事情显然没有这么简单嘛。在警察的反复询问中， B 老公突然就推翻了自己先前的说法，说自己在9点半看孩子的时候啊偷懒了，只在门口瞄了一眼，看到双胞胎还在那就算了，也没往里头多走2步，所以啊他也根本就不知道 Maddie 当时是不是还在床上睡觉呢。事后他是害怕 Maddie 的爸妈怪他，才撒了谎，说3个孩子都在。 B 老公捶胸顿足，是我不负责任，我承认我悔过，但是我真的没有偷孩子呀。 OK， 那么如果 B 老公说的是真的，在这个案子中最没有存在感的 D 夫妇也成为了嫌疑人，因为他们是最后一家来到餐馆吃饭的呀。他们来的时候是晚上9点， Maddie 爸爸和 C 老婆都已经看过一次孩子回来了，他们也同样可能在这个时间段偷偷潜入 A 座弄走孩子呀。这个案子啊，就跟阿加莎克里斯蒂的推理小说一样，每个人都可能是凶手，每个人都有作案时间，每个人都说得通，但是却偏偏找不到任何有力的物证。为了方便晚上查看孩子，这4家人全部都有过 A 座别墅的钥匙，完全有机会进行复制。由于频繁的进出，外加警方没有第一时间封锁现场，3个孩子的卧室里小床上找到了所有人的指纹和 DNA， 但是那扇打碎的窗户上却没有任何的指纹。最关键的是，孩子还没找到呢，就算推理出大天来，没有证据都是白搭。而且呢，这些人全部以语言交流有严重障碍，葡萄牙警察办案不严谨为由，通通拒绝测谎。那这样的不配合，让警察是抓破了头皮也没办法。在这期间啊，不管之前网上掐得多厉害，至少在找孩子这个事上，英国人和葡萄牙人还是站在同一战线上的。C 罗冰释前嫌和小贝一起发布了不少的宣传短片，他们也出钱成立基金，只要有人能提供线索，马上重赏。J.K. 罗琳、鲁尼、音乐人 Simon Cowell， 只要是能数得上号的名人啊，都往里头捐了不少钱，加上民众捐款，很快就已经逼近100万英镑。罗马教皇也亲自主持了一个仪式，祝福 Maddie 的一张照片，希望能够借助上帝的力量，帮助孩子回到父母身边。然而啊，重赏也好，神迹也罢，随着时间慢慢流逝，可爱的小女孩 Maddie 却依然没有任何踪影。2007年9月，距离 Maddie 的失踪已经超过100天，人们的热情快要耗尽，找到她的可能也微乎其微。就在这个时候，被骂得体无完肤的葡萄牙警方突然开了一场新闻发布会。他们首先明确了一点，那就是 Maddie 非常有可能已经死了。然后他们正式推出了此案的嫌疑人，给这个案子丢下了最大的一颗炸弹，不是别人，就是小女孩 Maddie 的亲生父母。这是咋回事呢？ Maddie 的父母啊，其实并不是葡萄牙警方放出来的唯二嫌疑人。在小女孩失踪还不到1个礼拜的时候，警方就曾经高调地表示，他们锁定了一个名叫 Robert Mura 的34岁男子为本案的最大嫌疑人。这个怪叔叔有攻击和性侵的案底儿，跟小女孩父母一起度假的7人组里，有3个人表示曾经看到他在案发地点出没。这样完美的嫌疑人哪里去找啊？
但是呢，这个人却完美的通过了4次测谎，家里被翻了个底儿朝天，却什么都没找到，反而证明了人家真就是一个热心肠的路人甲。因为同时会说流利的英语和葡萄牙语，所以在警察调查的时候自愿过来当翻译，那就是一片好心被当成了驴肝肺啊。这场乌龙事件呢，不仅让警方颜面扫地，也让当地的其他人对这个案子的调查敬而远之了，哪怕有什么线索也不愿意说了，万一莫名被扣上个嫌疑人的帽子，那不是亏死了。后来啊，葡萄牙警方还因此赔了怪叔叔60万欧庭外和解。赔了夫人又折兵之后啊，警察再也不敢随便放话了。尤其啊，是当他们发现这个案子最大的嫌疑人其实就是 Maddie 父母。其实啊，小姑娘的父母从案发的那1分钟起就没有远离过警方的视线。第一个进入现场的警察就曾经在报告里面表示，这个母亲的反应非常不对劲儿。在发现女儿失踪以后，她第一反应不是掏出手机报警，也不是冲到阳台冲着那餐馆的方向喊一嗓子，而是忙着自己跑去餐馆找老公和朋友们。而她慌忙离开别墅 A 座的时候，这大门都没带上，完全不顾2个双胞胎还在里头睡觉呢。作为一个刚刚丢了女儿的母亲，这个心啊，估计比太阳系都要大。当然了，仅凭这一点是无法说明什么的，毕竟是突发事件嘛，谁都有可能抓瞎。但是他们之后的举动啊，却依然让人看不透。第一时间去往葡萄牙的那些个民间福尔摩斯们发现呀，在刚刚丢了女儿还不到24小时的时候， Maddie 的母亲就一个人离开房子晨跑去了。而 Maddie 他爸呢，下午还去打了场网球，好像日子一切照旧，没什么异样。在其他3家人前后离开葡萄牙回到英国以后， Maddie 的父母继续留在葡萄牙找人。父亲 Jerry 在媒体上各种呼吁，和志愿者一起发放传单，去教堂祷告。母亲 Kate 却一直留在新租的一处公寓房里洗衣服。警察也好，过来报道案件的2国记者也好，都曾经不止一次看到母亲 Kate 在洗衣服、洗床单、洗毯子、洗毛巾，各种洗。公寓房的洗衣机24小时不停歇，有的衣物甚至被连续洗了4-5遍。如果不是什么洁癖，那就只有一个原因，他在拼命地销毁证据。而且在女儿失踪1个多礼拜以后，就有人发现他们去了小城的一间公司签了个合同，聘请了一个职业的危机公关。虽然说也许是因为这个案件引发的广泛关注，需要公关团队帮助应对媒体发布更新，但是毕竟放眼望去，那些丢了孩子的父母们，有找警察的，雇私人侦探的，甚至有请神棍求灵媒的，但是找危机公关的，估计这也是独一份了。不过由于之前那个嫌疑人乌龙的事件警方再是怀疑，也不敢随便把杀死自己女儿这样的大帽子往这家人身上扣。他们一方面加紧了监视，另一方面呢，开始寻求其他方面的帮助，其中就包括了一开始赌咒发誓拒之门外的英国警方。葡萄牙警察呢，其实也是煮熟的鸭子嘴硬，他们不仅私下里秘密要求英国人调查一下这几家人的背景关系，还请求苏格兰场呢提供更进一步的技术支持。他们把现场发现的一些毛发和 DNA 样本发给了英国人，希望能够借助更先进的仪器做进一步分析。英国人倒也是不计前嫌，在2007年7月还派出了一队特殊的调查人员过来协助。这里面的主角是2条狗狗 Eddie 和 Kila。 为了方便讲述咱们就管他们叫大白和二宗之前咱们其实提到过一句在 Maddie 失踪之后呢，葡萄牙警方其实派出过专门的搜救犬，在半径9公里的区域进行了地毯式的搜寻，但是却一无所获。那么现在又派这2条英国狗过来干嘛呢？其实这2条狗叫做 English Springer Spaniel， 英国史宾格犬。这种特殊类型的狗由于极其敏锐的嗅觉和高度的服从力，一直都被作为海关和警察的搜寻犬。违禁品、毒品、爆炸物通通逃不过这个专业训练过的狗鼻子。而大白和二宗呢更为特殊。大白它不仅能够找到尸体，包括腐烂已久、严重焚烧或者水中浸泡过的尸体，还能闻出所有跟尸体接触过的物品。如果发现有尸体的线索，它就会停在那儿吠叫示警。除了干活的时候，大白也有意思，平时就跟个哑巴狗一样，天大的事都一声不吭。而那个二宗呢，他则能够准确地嗅出新鲜或者干涸或者好几个月之前的血迹。一旦发现，他会把鼻子放到离血迹2到3寸的地方，保持这个姿势不变，直到主人过来查看为止。
4岁的巡视犬大白服役3年多，巡血犬二宗尽管只有不到2岁，但是也有1年工龄。根据记录，这2条狗的准确率达到了惊人的100%。不过，在他们到来以前 ，Maddie 已经失踪了2个多月。由于葡萄牙警方的失误，现场不仅被完全破坏，案发的别墅 A 座甚至还在这期间又被出租了2次。也不知道租的人到底是来猎奇呢，还是被蒙在鼓里哈。CSI 是没辙了，眼下呀，只能寄希望于 CSI 的汪汪大队了。不过，这2个跨国办案的狗子的确没有让人失望。他们去到了之前那个怪叔叔嫌疑人的家里，附近的2处海滩，还有案发的别墅 A 座。前几处地方2条狗都表现得非常安静，但是一进入 A 座，他们马上就兴奋了起来，到处查看，很快给出了血迹和尸体的线索。二宗在客厅的沙发背后闻到了血的味道，巡视犬大白的收获更大，他同样在客厅的沙发背后发出了叫声。还有 Maddie 父母居住的主卧衣橱里， Maddie 妈妈 Kate 的一件衣服上，一件粉红色的儿童服装，一盒硅胶手套，笔记本电脑，2本日记，一本朋友在案发之后借给他的圣经，装衣服的箱子。大白发出的警告多得快要数不清了。最重要的是，他在那个 Maddie 的粉红色小布偶上也闻到了尸体的味道。这个小布偶在案发以后就一直被握在 Maddie 父母手里，在找女儿做宣传的时候各种展示，也许是唯一一件在案发现场出现而没有被 Kate 洗过的东西。¿Os enteráis de eso? ¿De que la policía ha descubierto sangre en el apartamento? ¿Cómo reaccionáis? Do you know what? This is all investigation. I need to speak to the police. You know, all your questions are about investigation. And we can't comment on them. 第二天，警察在附近的停车场一字排开了11辆车，每辆车的间距都在20到30英尺之间，其中包括了之前那个嫌疑人怪叔叔开的车、Maddie 父母开的车、物业开的车等等啊。结果呢，2条狗准确地找到了 Maddie 父母的那一辆。巡视犬大白在车子的后备箱附近反复吠叫，巡血犬二宗发现在驾驶座的附近有血，后备箱有血，车钥匙有血，还有一张地图上也有微小的血点。如果只是这些还不够的话，那另外一个事实则基本上可以坐实夫妇俩的嫌疑了，因为这辆车是在 Maddie 失踪了28天以后才被他们租下来的。之后2条狗又检查了几处怀疑藏尸的地方，但是一无所获。为了避免连续高强度工作影响狗的效率和准确度，他们的工作在4天半以后正式结束，返回英国。如果说人会说谎，之前的那些一同度假的夫妇们的供词真真假假，让人难以辨别，那么狗狗也许是这个案子里头最诚实的一环了。葡萄牙警方通过这2条狗给出的线索，推断出他们认为的这个案子最接近真相的状态。小女孩 Maddie 其实早就死了，死在别墅 A 座里头。她的父母移动了尸体，可能先是藏在客厅的沙发后面，然后又藏在了主卧的衣橱，最后又移动了一回，藏在了警方想不到的其他地方。期间各种混乱，警察各种找人，这对夫妇等事情消停了，警方的监控略有放松的时候，把尸体放进了车子的后备箱，彻底销毁在了某处。反正这边领海不仅洋流运动能把尸体远远地带到大海深处，而且还有不少海水腐蚀的洞穴，随便一处都是藏尸的好地方。Maddie 的妈妈 Kate 通过洗衣服销毁了其中大部分的血迹证据，但是却没想到尸体的味道也能够成为线索。夫妻2个在这方面放松了警惕，可能在期间查看尸体或者是最终抛尸的时候，沾染了人的嗅觉无法察觉的尸臭，污染了他们身边接触的物件，最终留下了蛛丝马迹。在这儿想要多说一句，那就是刚刚死去但是还没有开始腐烂的尸体，是不是也会散发出和活着的时候不同的气味呢？这一点其实对于很多动物专家来说，答案是肯定的。尤其是对于很多食腐类的动物，判断对方是不是真的死了，是他们生存天性中最重要的一环。而且不仅仅是狗好像某些人也有类似的本事。咱们 MR 的主笔 Moelle 说他曾经遇到过一个同事，在一间临终关怀医院工作了20多年，才转行来了他单位。这位同事就坚信，无论是将死之人还是刚死之人这身上都会出现一种非常特殊的死人味儿。一旦闻到那个味道，马上就应该通知家属过来进行最后告别了，准确率几乎是100%。
但是奇怪的是，除了他以外，身边其他同事都完全闻不到那个味道。只能说啊，世界真奇妙。其实啊，从科学角度来说呢，人死之后，数十亿细菌会疯狂吞噬内脏，就像是一场饕餮盛宴。这过程中会产生硫化氢、胺类等腐败气体，也会有多种脂肪酸、酮类和醇类的挥发性有机化合物。那这些某些生物其实是能闻到的。当然了，仅仅是只靠狗子的鼻子是无法作为确切证据的。毕竟寻尸犬只能闻到尸体的味道，却无法指出这到底是不是 Maddie。 不过在狗狗的帮助下，葡萄牙警方在案发的 A 别墅和夫妻二人租的车里头提取了一些毛发纤维，还有微量的血迹，希望能够进行 DNA 比对。在等待结果的期间啊，另一个从英国方面传来的消息更让这个案子有了一个说得过去的动机。有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知情人爆料，Maddie 的父母啊，还有其他的那3对度假的夫妻，其实是一个换妻俱乐部的成员。他们的那次旅行就是过去那啥来着。而且呢，这就是为什么他们每晚都要聚在一起吃吃喝喝，一直到深夜。因为他们在餐馆吃完饭以后，就会回到其中的一处别墅集体 party。为了害怕孩子们睡醒了碍事儿，这些有着专业医科背景的父母呢，有时候会给孩子在晚餐的时候服用镇定剂、安眠药。这也是为什么当 Maddie 失踪，整个度假村闹得鸡飞狗跳的时候，那对双胞胎依然在呼呼大睡，警察来了都不带醒的。可能啊，就是手滑弄错了剂量，又或是头天晚上 Maddie 醒过一次，他们害怕有类似的事情发生，于是有意识地加大了药量。小 Maddie 不幸死于用药过量，再也没有醒来。发现事情不对， Maddie 的父母马上联系了其他几对夫妇。由于害怕事情败露，他们的性丑闻曝光，最后身败名裂，于是这些人坐下来商量着布了这个局，刻意造成孩子被绑架偷走的假象。而事情的真相其实是孩子的父母是凶手，剩下的全部是帮凶。大家回想一下，那些人在案发当晚奇奇怪怪的证词之后，还集体拒绝了测谎，这个推理啊，真是让人细思极恐。不过呢，这里头也有个 bug， 那就是这几个人呢，可不只是4对夫妇，一共是9个成年人，人家D家人还带着自己的丈母娘呢。这个乱入的丈母娘一直跟他们一起活动，D夫妻分别2次去查看孩子的时候，丈母娘依然在餐馆陪其他人吃饭。他的存在多少让这个多人俱乐部的说法有点说不过去吧？难道说这帮人的口味重成这样？当然了，这9个成年人全部否认了这个说法，但是给孩子下安眠药的事儿似乎并不是空穴来风。在狗狗闻到尸体味道的那些证物当中呢，有2本是 Maddie 母亲 Kate 的日记，其中有1本是女儿失踪后开始写的，主要是描述自己的痛苦的心路历程，倒没有什么异常啊。但是另外1本呢，他却时不时的在字里行间中提到孩子晚上吵闹折腾的精疲力尽，小的双胞胎不懂事也就罢了，大一点的女儿也一样不省心，要想法子才能让他们安静一晚上。这个想法子到底是什么，他倒是也没有细说，不过通过前后日期来看，效果不错。见效如此之快，搞不好真是类似于安眠药、镇静剂一类的东西。而除了日记，其实 Kate 自己就曾经在电视访谈中提到过， Maddie 有的时候真的很吵闹，最多的时候一天能哭个10几个小时，一家人的神经都要被他哭断了。他当时说这话的意思应该是想强调一下养孩子很辛苦，自己为了抚养女儿做出了巨大的牺牲。可是啊，如果联系上下文这么一看，似乎那个下药过量导致死亡的说法也谈不上是凭空臆想吧。 Did you kill your daughter? No, never. And, there's nothing with any logic that could, you would have to start with why, how, when, who, and there's just simply, the answer to any of these things is there's nothing to suggest anything. So, no, that's an emphatic no. 随后呢，更多的消息接踵而至。葡萄牙警方的见证团队在那辆车的后备箱和车钥匙上检测出了一些 DNA 样本，拿去和一根 Maddie 的头发做比对，结论显示这些样本和 Maddie 的 DNA 高度相符。要知道，这辆车是在小女孩失踪之后几个星期才被租下的，她的 DNA 出现在这儿，无疑成为了警方梦寐以求的冒烟的手枪。于是
葡萄牙警方高调宣布，他们锁定了案件的最大嫌疑人 Maddie 的亲生父母。毕竟不知能否定罪，真相如何？各位看官，烦请点赞订阅，且听下回分解。